拍过高的话，你看这个点来搓就是很难去控制的点，所以我们的胳膊肘呢一定要低肩低肘，看低肩低肘。很多人在搓的时候是这个角度，肘拿得高，形成一条直线，这种直线动作搓出来的球会很长。会很长，所以我们在搓的过程中呢，我们的肘部仔细看一下，它实际是压肩压肘。那么压肩压肘以后，我们的手指手腕动作就会控制的非常的精准。压肩压肘压重心，看我上位，反手、正手，反手和正手都是这样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如果大家能把这个前提动作做好，就是我说的比如说来球之后的时间差还有就是我们在搓的过程中，我们压肩压肘保持动作稳定。那么其实在摆短的这项接触球的时候，它是很简单的，它主要就难在我们上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动作是不对的，击球点是不对的，用力还向前，引拍还太大，它主要是差在这儿了。如果我们压肩压肘，并且呢保证击球点的话，其实球在球拍上接触这一瞬间是很好控短的。引拍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压肩压肘不拉手，压肩压肘不拉手，千万不能上来这样去摆，上来这样去摆，上来这样去摆，压肩压肘不拉手，就是你上来之后手在哪儿就摆在哪儿，手是去找击球点的。比如说球在这儿，我上来之后找这个点，球在这儿，我上来之后找这个点，它是引拍是什么？对着球去找球，压肩压肘不拉手，一定要记住它是含着劲儿摆短，而不是发力摆短。不像我们正常搓球一样往死里劈往死里打的，不是这种感觉，而是要含劲儿摆短。那在这里面，这个含劲儿怎么能含住力量呢？它是碰吗？这个碰它容易跟什么？容易跟这个含着劲儿这一块儿，它可能形成一个差距，就是形成一个误区。你一说含着劲儿，我们很有可能就变成碰了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很多人的摆短是不是都是碰？如果在摆短技术里面，我们像搓长一样，手指手腕动作过大，这球还是摆不住，那它怎么能吃住呢？怎么能把这球含住呢？来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，这个技术它肯定不是碰。如果你是碰，对方发侧上，你就会高；对方发的转，你就会下网。所以我们首先来明确一点，所有的剪力跟碰它是两回事儿。比如说长球我们使劲砍，短球我们来碰，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。短球也是需要摩擦的，摆短也是。但是好多人把这种摆短技术或发球短球技术，它统称为我剪力碰就可以，实际它是一种不向前去用力，而是原地摩擦的概念。那么这种感觉，摆短的感觉，你想把它摆短，你又想把它控制住，关键点就是需要抓板。来记一下寸劲儿抓板，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们这个抓板的感觉，在我们摆短这项技术里，如果你前臂向前用劲儿，错误；大臂向前用劲儿，错误；手指手腕向前用劲儿 ，OK。手指手腕的向前用力是抓板而产生的。这个抓板就像球来了之后，我把它抓住。你看，球来了之后抓住，球来了之后抓住。好，那么它的动作位移也就这么大。大家看一下，摆短的动作位移就这么大。引拍出球，引拍出球，看一下我的位移动作那就等于我在上位之后，比如说我摆在这儿，我用这个耳机就在这儿，就这个距离，看抓板里面，这里面一会儿我跟大家说抓板是什么感觉。那么它的动作位移呢，从我引拍这个位置，球拍的这个位置到耳机的这个位置，那就是这么大。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么大，就这么大反手也是。好，那大家看一下引拍出球到了耳机这儿吧，再来引拍，看这个位置出球
引拍，出球，就这么大，这么大的距离啊！如果你比这个距离大了，你引拍，出球，引拍，出球，哪儿错了？仔细看，他只有用手腕，他才能保证这么大的距离。他用前臂了，他就会超；用大臂的就超的更多。看，所以说这么大的距离，唯有手腕能完成，手指手腕的摩擦动作能完成。前臂一旦向前送力，马上它就长，控制不住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，动作的大小是需要克制的，它不是随心的啊，我就按照我搓长去搓，它是需要克制的。同时，在这个有效的这么长的距离里面，我们在准备球拍，在即出球的这一瞬间，看出球这一瞬间，这么长的有效距离里，大家去拿到这个球拍，无论你是直板还是横板，它没有绝对的这个长度啊，这个大家不要纠结，就差不多这么大就可以。每个人有的手臂长，有的手臂短，大家在用力的时候，准备接球，你的手上就要抓紧球拍了，抓紧球拍，保持这么大的一个距离，这么大的距离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大的距离，去作为搓球发力点。作为我们的搓球发力点。那么摆短这项技术其实就是说动作一定要控制，同时手指手腕是需要有抓板的，在这一瞬间我把力量给它卸掉，看来球以后卸掉，把力量一定要卸住。在引拍的时候，只要大家注意我们的这些问题注意小韩老师说的，在引拍的过程中，我们的整个手臂一定要注意压肩压肘，不拉手，一定是关键，压肩压肘，肘一抬，马上搓过去的球就是由下而上的起，所以你的肘部必须要压下来，我们才能去控短，肘一起马上就往上杵，你看就是这个点小韩老师说的，所以要压下来同时呢，在搓的过程中，它的位移动作距离就这么大，千万不要大了，一旦大了这力就往前送了，所以大家看它的整个的动作就是非常小寸劲儿。这个摆短它主要就是摆住，控制弧线，看手上的这个劲儿，抓板，位移动作要小，你看这摆短马上就出来了，抓板，位移动作要小，一定要控制，这个球马上就能摆住了。